朱雀星即将被灭，却被失踪数百年的亡灵所救之时，云雀子、赤虎、周武泰等人都是什么反应？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修真界的法则只有弱肉强食，直到看到亡灵从罗天星域重返朱雀星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王者归来，什么又是独属于男人的极致浪漫与护短。先把时间线捋顺，罗天星域大军压境，半废弃的朱雀星面临着降维打击的灭顶之灾。领头的大头童子作为窥念七大能，他眼里的朱雀星连个蝼蚁都算不上，随便派2个手下就能屠星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俩手下刚冲进大气层，实时扫到云天宗广场上的一尊雕像时，仍然如遭雷击，吓得连滚带爬逃了回去。这尊雕像是谁？是亡灵，也是罗天星域所有人的梦魇魔道子许木。大头童子觉得跌了面子，准备亲自降临毁掉雕像。这时候全篇最戳我的第一个角色出现了，云天宗长老铁岩。铁岩秃了残躯，盘膝坐在雕像下，死战不退。你可能会问，他图什么？当年亡灵不过是顺手指点了他，给了他一颗灵种而已。这就牵扯到了修真界最稀缺的东西——知恩的底线。铁岩的逻辑很简单，我快死了，既然活不长，那临死前唯一的执念就是用命替恩公守住这最后的尊严。可就在大头童子的绝杀即将落下的瞬间，一道冰寒透骨的声音横扫朱雀星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接下来的这一幕心理描绘堪称绝神。听到声音的瞬间，大头童子没有去思考许木真的来了吗？会不会是幻觉？他直接狂喷鲜血，用自残的血盾疯狂逃命。为什么？因为肌肉记忆。当年在一线天，他被亡灵一招活活劈死，就算进了升仙池重塑肉身，那种灵魂深处的恐惧也刻在了骨子里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绝对的心理压制。一个人一旦在心理上被彻底击溃过一次，再听到那个声音，第一反应绝不是反抗，而是逃跑。而更绝的是亡灵真身降临后，朱雀星众人的复杂心理。第一位，现任朱雀子周武泰。按理说前任大佬回归，他这个代理人应该慌甚至嫉妒，可周武泰的眼里只有狂喜的震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活得太累了。这几百年，他靠着宣扬亡灵的威名，狐假虎威，一个人死死扛着整个朱雀星的安危。当你孤立无援快要崩溃时，那个能扛事的兄弟终于回来了。周武泰的狂喜是一种终于不用一个人死撑了的彻底释怀。第二位是当年的死对头云雀子，他曾把亡灵当棋子，两人斗得你死我活。可当他看到如今无法企及的亡灵时，他的目光极其复杂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。人活到一定境界就会明白，仇恨是最不划算的感情。你处心积虑算计一生，回头看才发现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当年的勾心斗角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云雀子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和解。好生可畏呀！而王林呢？他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装腔作势，而是为了了却因果。真正的强者恩怨分明到了极致。他看到铁岩拼死护阵，立刻明白这份忠诚的重量，于是他直接砸出海量仙玉帮，铁岩恢复生机，还送出极品飞剑。当年坑过他的兄弟赤虎，他非但没记仇，反而送上巨魔血液帮其突破。因为在王林的逻辑里，当年的因果已经翻篇，曾经叫过一声兄弟，我就再拉你一把。哪怕是当年已经陨落的师兄张虎，只要后人还在，王林也留下丰厚的资源，保其一世平安。最豪横的是他为了报答周武泰庇护王家后人700年的恩情，直接去星空深处强行抽走7个星球的星魂，全部砸进朱雀星，瞬间让枯竭的家乡灵气复苏，完成了逆天改命。这就是王林的行为逻辑，你滴水之恩，我送你逆天改命，你敢动我逆鳞，我让你魂飞魄散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其实底色是极其苍凉的。王林赢得了满天神佛的敬畏，给所有人都送上了造化。可是他自己呢？当年欺负他的人死了，帮过他的人老了，连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都没了。他成了整个星域的传说，却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亲切地喊他一声铁柱的人。我们总以为等我赚到钱了，等我成功了，就能衣锦还乡，皆大欢喜。可现实往往是，你赶得上事业的巅峰，却永远赶不上故人的老去与走散。繁华落尽，那个在刀尖上舔血的游子回到故乡，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荒冢轻轻说上一句：爹娘，铁柱回来了。就见如此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